大家好啊，我是虎门的技术经理钟荣伟。先自我介绍一下，因为之前是在还没来虎门之前，自己从事细光子设计或者是雷射的工作，是在台湾科技大学帮忙李三阳教授的光纤网络实验室在做产学合作方面的东西，所以有一点经验可以大概告诉各位。那因为想一想，今天因为时间很短暂，大概只有20分钟，所以我在想说用卢西达 EPX 这个软体呢来做一个全面的介绍。那卢西达 EPX 是什么软体呢？其实它是一个，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layout 的软体，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模拟的软体。那主要它是从iMac 分家出来的一家公司去做设计的东西。那虎门科技呢是今年刚开始取得他们在台湾地区的技术服务及销售这样。那在你要了解细光子的时候，前面刚刚那个黄博士候选人已经有介绍了所谓的细光子的东西。那主要就是如果你用细光子设计的概念来讲的时候呢，可以分成这几个部分来看。我们可以把这个产业面呢分成 PDK、ADK 跟应用来讲。那如果以台积电的角色来讲呢，如果它现在已经宣称它在做细光子，那它就包含了 PDK 的部分，包含刚才讲的细光子的元件，它都在做处理。那这部分你要怎么去模拟它跟制作它？透过 Ansys 的 Numerical 或者是另外一个 Synopsys 的 Asoft， 这些都可以去做。好，那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做成一块晶片？那就是下面这个 EDA Tool 的工作。那这 EDA Tool 的工作里面还有包含一小块东西叫做 ADK。那 ADK 是什么？刚刚讲的那个 CPO 是一个封装的概念，那它封装完是一个盒子。那这个盒子里面的东西其实包含了 EIC 跟 PIC。EIC 是你的电子机体的电路，那 PIC 呢就是我们讲的光路的部分。所以有一部分的厂你会要做封装的部分。那这个封装部分，你就要考虑晶片的大小，以及晶片上面的 pad 电信还有光路的布局。好，那这个只是外接到你的 CAT， 就是你的 case 的部分。可是实际上呢，在最后的应用端呢，台湾目前这部分还没有起来。如果有起来的话，如果像奈伟光他在做 CO 或什么东西的侦测的时候，他可能是用感测元件去做。可是现在目前大家在追的是什么？是为了 AI 的东西嘛，所以大家一直想要把速率调高做快，所以要做到光通讯的东西。可是现在因为你要处理光通讯的东西，其实老板要投资很大，因为那个量测的设备是很贵的，光一台 AWG 产生讯号的东西，这是光产生而已，后面还有量测的探针什么什么，一直到最后的那个 detector 的仪器，这一台要加起来是几千万的东西在业界，所以在这个还没做成之前，你可以用 ED Tool 去想想看，是不是可以做这件事情。那这是一个概念。好，那接下来就是细晶片，它有一个设计的流程。那这个流程呢，我用simulation 的 tool 来解释。就是一刚开始你可能做元件的模拟，像前面讲那个 Dashing Cover 啊，或 Edge Cover， 还有 MZN 这些东西有没有？你就可以用 Ansys 的 Numerical 去做模拟。那当然，卢西达的这个 EPX 也可以去配合 Numerical 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两个是合作关系。那怎么合作？等一下会做介绍。那接下来呢，你可能把各个元件呢，把它集体化，放在一块晶片上面，元件兜起来，你是组装厂这样去兜起来。那兜起来的时候，一般呢，在我们还没有用套装软体之前，我们可能会先用一些开源软体，比如说 K-Layout 啊这些东西。但是一开始也许你可以做成 demo 的东西，但是到后面你会发现有困难，因为图形化的东西很简单，是我前面视觉化拉一拉拉一拉很好改。可是当你要被要求修改1版、2版、3版的时候，你又不是在做动画，一直被修。那这个东西你只要修一个小小的波导的样子，它整个性能就会跑掉。所以
程式化管理变成很重要。那Lucida EPIX 就是在结合 K-Layout 跟 LEDit， 然后上缘呢是 ANSYS 的 Lumerical 去做这件 Python 的程式化管理。那如果你是用另外一家 Synopsys， 当然我不是替他们打广告啊，但有些人会用这个，那就是 Aptos Designer。那部分的程式呢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去写，当然也有很好的效果。那在学界也用了很久。那 TSRI 在隔壁，他们也有做这些服务的提供，学校也可以去使用。但是呢，它有它的缺点，就是你学了那套软体之后，你跟其他的借接会有问题，就是你要在开源的时候呢，就没有那么的方便。那接下来你做成这基体化的软体之后，你也看了元件的效能，你的下一步呢，就是我要丢给工厂去做制作。那台湾这边的工厂，台积电去年举旗说啊，我已经开始做了，对不对？但实际上是内部在做，它还没有量产。那他为了他的单一大客户可能辉达或什么，他会愿意做这件事情。那其实过去几十年他都没有把 CMOS 的制程调过来去用，是为什么？因为没有投资。那只是因为 AI 起来的，那他愿意把这个东西放出来。那如果台积电做这件事情之后，那其他厂商可以做什么事情？第一个就刚刚我们讲的 PDK、ADK， 再加上 Design House 这三个东西，看你要投资哪一部分。那 PDK 的部分，可能这个各个元件开发，台积电有做某一部分，但它不可能把所有市场都占住，所以你有可能会接到其他2、3线厂的下单，拿去做这件事情。那 Assembly 封装厂也是一样的意思。那像 Lucida EPIX， 我刚才讲过，它是从 iMac 出生出来的，所以它在台湾在发展半导体制程的时候，国外他们在发展的是矽光子元件，所以变成是他们的经验比我们还多。好，所以变成是我们很多东西技术上是从那边引进来的。那最后呢，就是当然你晶片下线回来之后，你要做量测。那量测上其实是有 know how 的啦，就是你晶片量测小小块跟你大块封装的量测是有一点技巧的。那这个技巧呢，是你要从封装的角度想回来，才能去量那个小小块的东西。好，那稍微介绍一下Lucida Photonis， 它其实是在欧洲比利时的总部，其实就在 iMac 旁边啊，所以我说他们是分家分出来的工程师自己做的东西。那它是 ANSYS 的一个合作伙伴 partner， 所以它的软体呢是可以跟 ANSYS 的 Lumerical 做串接的。它里面有做聚集，就等于 Lucida 它是跟 ANSYS 买了版权之后，然后里面的 PDK 啊那些程式呢，其实都已经模拟了标准版，你一定是可以下线去制作的元件在里面。好，所以如果你今天万一真的没有买 ANSYS 的时候，你用 Lucida 的东西，其实已经可以先做标准元件的开发。或者是应用这样。那如果你今天是，比如说你已经目标是跟台积电一样，那你要做 PDK 的制程，要开发这些元件，那当然还是你要有 ANSYS 这些东西，有没有这些东西去做模拟会比较好。那主要的它的优点其实强调的就是它 Python 语言的架构了，然后它的元件呢，其实你摊开来看。其实它不是图形化的界面，所以你一开始开的时候，它是程式化的一个 coding 的东西让你看，好玩才会让你看到原来元件的样子。但是它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提供了另外一个界面，因为很多人喜欢用拖拉的关系，然后把东西拉一拉组合在一起，所以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你拖完之后呢，后面会介绍，就是可以把它转成 Python 的 code 这样，然后再从 Python code 再丢回来，你可以看到那个程式的那个流程。然后这边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软体跟 Lumerical 之间的关系。那如果你有用过 Lumerical 的话，你会大概知道 Lumerical 有分大概这几个东西，包括 FDE、FDDT、EME 跟 Interconnect 这几个东西串在一起。那你在模拟元件的时候，波导的时候，你可能会用 FDE 去模拟它的模态之类的东西。可是当你要模拟元件的
弯曲啊、曲度啊，在跑的过程会有 S 参数的东西，你就会用 FDDT 或者用 EME 去模拟。当然 FDDT 模拟是小的，然后比较复杂的东西。那 EME 呢，可能是模拟比较大，像 MMI 啊，比较直的那种波导。我刚才讲那个 Edge Coupler 从晶片边边那种进来的那种 Coupler，你就可以用 EME 去做模拟。可是实际上你还要配合，因为刚才讲那个是有模态的转换的东西，你还要配合 Numerical 的 FDE 去做模拟。好，那因为我今天不是介绍 N7 Numerical 啊，所以我会主要讲的就是Lucida 的这个 EPIX。那它就是介于我们用的开源软体 KLayout 跟 Numerical 之间的一套软体。那它的功能呢，主要就是透过 Numerical 已经模拟完的 S 参数的东西，然后把它交换到 Lucida 的 EPIX 里面，存在里面，让你可以机体化的时候一块一块组起来去做应用。所以你就会看到从前面的 input 到 output 的结果，这个元件的应用的性能是什么样子。那当然，因为有些人呢，他后面喜欢用 Siemens LED 去结合一些东西，或者做一些 DRC 的检测。那所以 Lucida EPIX 它可以把你已经设计好的那个元件呢，或者整个的 library 直接丢到LED 的上面去，当成它的 OpenSense 的资料库。好，这是它的架构。那另外就是因为它是 Python 嘛，所以额外网络上你可以抓到很多 Python 的模组，你想要做什么额外的事情，做研究的人可以去使用。像 AI 很多人喜欢那种回圈啊，这种去做是可以的。那这边稍微介绍一下 Foundry 厂。所谓的 PDK 加 ATK 就是你可以大概这样想象，上面所有的国外的做矽光子的 Foundry 厂，比如说 iMac 或者是 Linux 啊，这些工厂呢都是在欧洲啊、美国之类的。那另外它配合的封装厂有 Fix 跟 Tindo 这两家。那当然最近因为大家在全世界在开发矽光子，所以又有另外的封装厂起来了，就变有2、3家、3、4家这样子。那所以你要做矽光子，你下线可以找这些工厂。那每一家工厂它工艺有水准不太一样，有人对 silicon nitride， 有人 silicon 或者 silica 这些东西，他们都有不同的工艺在，所以它特定的元件也不太一样。那当然共通性还是因为都是矽光子。那矽光子其实很简单啊，那刚刚那个我们前面一位主讲人也介绍过了，包括这些你可以想象的元件在这里。那这个都是从那个施天元教授之前网上讲的，我直接抓过来跟大家做介绍。那CMOS制程可以涵盖这些东西，可以让你去长出来，包括你的细波导啊，埋在中间或者哪里，或者是你的 modulator， 你的电要怎么下来，这些 detector 都可以去用 CMOS 做的。那这是一个 iMac 的它做出来成品的样子。我用这个角度来跟各位介绍跟模拟软体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果当你做一个 source 的时候，你可能会希望用 Numerical 或 Asoft 这些东西呢，或 P3D 去模拟雷射的东西，当做光眼进来。那你在中间的部分呢，可能会有正面耦合的部分，会有光纤要跟那个晶片耦合。那 Numerical 跟 Asoft 这都有。那最后呢，如果你可以想象嘛，你在做高速调变的时候，你一定是电讯要灌进来，所以电讯要灌进来的时候，你一定会有 PCB 板慢慢的缩小、缩小、缩小，一直到光路的晶片。那今天 CPU 是尽量把我们的电路把它缩到最短，可是不可能完全没有，你一定还是会有。有的状况下的话，你的 PCB 板的模拟就会靠上面这些软体 HFS 或者是其他的 Sidewave ADS 之类的东西去做模拟。那最后就是我们的矽光子晶片呢，就是我刚才介绍的 Lucida EPIX 跟 Numerical 这些串在一起可以做模拟这样。好，那大致上原则是这样子，你可以用这一块去想象它要从头到尾你要去做这件事情，需要哪些工具。那从封装的角度介绍回来的话，就是当你设计一块晶片的时候呢，可能中间你不管它是做什么用途，可是你左右两边呢，一般它的规矩是左右两边东西侧是做光路的衔接。
上下呢南北端呢是做电信的衔接，那这当然是有规矩有路的，因为你不这样做的时候，你在做晶片量测的时候是没办法对正，然后东西会卡来卡去。刚刚讲过嘛，你的光路有可能是grading coupler 是往上，那你光纤从上面下来的时候，跟你电的那种 flow 下来的时候，你不希望它鬼打架，那你就必须要遵循这些规则。然后，当然它设计上它还会控一些回路啊，让你去对正用。这个是封装的角度，那这个其实网络上你可以用从那个 user practice 去抓来看，他们都有介绍他们封装的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同样这个 user practice 呢，它也提供让你看一下，就是我的 EIC 跟 PIC 叠在一起的样子。那它这边旁边就是它的电路板。哦，当然你在设计电信进来的时候，还有配的规矩要去设定，所以你的配的呢，可能不能让它有上下上下，为了省面积，上下上下去叠它。那所以它是有一些规矩在的。然后呢，当然这个是一个示意图啦，就是你封装完的样子，就是上面是配的，下面是配的，左右两边是光路，中间就是你的设计。那你可能设计完之后会有一个这样 K layout 的图，这样小小的，看起来很简单。那其实呢，这个版本可以很复杂，或者是很迭代，就是一代一代的是不一样的。那上面的每一个小小的点位移一点点，你可能后面东西都量不到，所以必须要很精确去定位它的位置。那所以你用 Python 去管理它程式的好处就是你定位它 XYZ 轴，这些点在哪里，我就把它布在哪里这样子。然后程式化的好处就是我只要打个，比如说8个点，哪里是布8排，每个间距相等，就把它做好这样。那这个就是像一个简单的 MDN 的封装的结果，细光子，包含了 PDK 跟 ADK 合在的样子。那实际上 PDK 加 ADK 就是你一块晶片的啦。那看起来就是它的用途。那这个是 MDN 有4个，那就是4个通道。那4个通道你可以做 CWDM、400G、800G 这些东西做滤波，或者是做调变的效果。好，那这个就大致上是这样子。那这是刚刚介绍的鲁西达的 PDK 厂，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是比较清楚一点。然后，如果你拿到 PDK 的时候，一般这个是对学生讲的，因为我线上也有学生啊，所以如果你拿到 PDK 的时候，iMaker 提供的，它跟鲁西达合作的是叫 Epix 的资料夹，那里面就会有这些刚刚讲过的那些标准元件在里面，你可以拿这些标准元件去都看你要的设计，你要做雷达，或是你要做 CWDM 这些东西都可以。好，那就是强调一下，它是跟 ANSYS Numerical 是做结合的，所以你可以透过EPIX 去呼叫 ANSYS Numerical，把它叫出来，然后它 Numerical 跑完之后模拟完，它会把 S 参数丢回到 EPIX 上面去，那 EPIX 你就可以用程式码去控制它做使用。那所要的就是你的 S 参数的东西，这样。那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两边串接的概念，一般做研究很喜欢做逆设计啊。那这个逆设计其实是一个 Y branch 而已。那这个 Y junction Y branch 呢，其实上面有一个 memory of figure of memory，就是你做参数化的时候呢，我只要这个标准达到稳态，那就是所有的标准都达到稳态。所以一开始做 Y junction 比较难的地方是中间这一块，不是刚刚好平平的这样子分叉开就好了，那可能是中间的形状是要最 optimize 的。所以它设计的结果跑完的结果呢，会根据你的长图，然后最佳化之后达到你要的 GDS 的答案的样子，最后的形状会长这样。所以它不是刚刚好这样直直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在鲁西达 EPIX 也会有，就是它等于把这个东西呢放在 EPIX 这边，然后丢到你们口去让它做逆设计模拟，完了之后再把右边的这个结果出来这样。那简单的讲就是EPIX 它是一个基底化的软体，然后包含模拟跟 layout，
所以参数化的结果就是，如果你是做 splitter，你可以直接用参数化去做修正，这样。如果从2改成3，它直接把 layout 垒好，布局不好，因为都是自动化。里面也包含它的内建的一个模拟器，就是 EME 的模拟器。那刚刚有讲的就是它简单的就是你可以抓图，然后把它凑在一起，然后呢可以看到它 Python 的 code。如果你对 Python 不熟悉的话，可以用这个去看它。那当然它 Python code 丢回来的时候，也可以把原来的 layout 图还有你的 schematic 的架构把它产生回来。这个是它的功能，这样。那原则上是最后一个，就是简单介绍一下，如果你今天做刚才讲的 CPU 的封装的话，你的整个的架构除了那个 case 是封装厂帮你设计之外，里面的客户的 design 可能就是中间这一整块的东西，就是整个 EPIC 帮你 layout 垒好的东西。那你可以把它输出成3D 的 layout 档，比如说跟 ANSYS 的 mechanical 或什么做结合，因为现在都是 Python 的架构，大家可以互相互加来互下去。那这边呢，它有提供环境温度的变数，让你去参考。因为到最后呢，你做 CPU 最重要就是热的控制。我们做的光路呢很简单，我们都是用折射率调变它。那问题是你环境温度变的时候呢，光跟热是一样的东西啊，所以你很容易会被它影响。所以你最后一定会做热的分析。好，那热的分析你又必须同时包含里面跟外部这样子。OK， 那我今天介绍就先到这边哈。